孔子的一个弟子名叫闵损，小时候被后妈虐待，冬天做棉衣，后妈给亲生儿子衣服里塞丝棉，而给免损衣服里塞芦花。芦花蓬松，衣服看起来很厚，却不暖和，免损穿上依然冻得瑟瑟发抖。故事中，后妈给亲子做的丝棉衣服与我们现在的棉衣不同。棉花其实是舶来品，中原地区基本没有种植，直到宋元之后才慢慢在国内推广开来。没有棉花的唐朝和更早的秦汉时期，人们过冬的衣物又是什么呢？这里是知识天梯。御寒的材料虽然各有千秋，但在没有棉花的时代，所用的御寒材料也是万变不离其宗。总结起来就两大类：动物皮毛和植物纤维。原始时期，人们经常穿兽皮衣服，在没有棉花时期，以兽皮做御寒的材料也就成了最好的选择。未有丝麻，衣其羽皮，这是《礼记》中关于穿衣材料的记述。当时的人们是用什么兽皮来做衣服的呢？羊皮和狐狸皮。《诗经》中就有关于羊裘和狐裘的记载，比如高裘逍遥，狐裘以朝。这句诗的画面是不是立刻就显现出来了？出去嗨的时候穿羊皮袄子，等到去参加朝会等一些重要的场合，就把狐狸皮的袄子穿上。至于羊皮和狐狸皮是不是后来人们所穿袄子的样式，那就不得而知了。但需要指出的是，这种御寒的材料基本上也只有士大夫以上的阶层才能享用。普通百姓怎么御寒呢？退而求其次，只用动物的毛发，而不是连同兽皮。毛褐就是各种动物的毛发，在古代用的最多的是羊毛，原因可能是两个方面。一方面，不管是游牧民族还是农耕社会，都有饲养羊的习惯。另一个方面就更简单了，其他动物的毛发没有羊毛这么长，只有羊毛可以作为织物来利用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虽然我国地分南北，南方应该比北方温暖一些，温度差异，御寒的方式方法也会有一定变化。比如生活在魏晋时期的陶渊明，他隐居于南方，冬天就用毛褐抵挡严寒。美国流浪汉保暖的方法是往衣服里塞揉成团的报纸，报纸把衣服和肉体撑开，中间充满空气，待到人体温度将这些空气变暖后，就能起到一定的保暖效果。这种方法古代人也知道，可效果其实是差强人意的，否则俗语中也不会有宁穿一层棉，不穿千层单的说法。秦汉之时，古人穿衣的材料主要是麻葛之类的材料，这其中就有大麻、葛麻、苎麻等等材料。以葛麻为例，那是一种极其粗糙的植物纤维，除了做衣服材料，古代还经常用葛麻来制作绳子，看重的就是它质地坚韧而粗厚。这种材质制作出来的衣服是没有什么保暖效果的。韩非子说过，冬天要穿鹿裘，只有夏天的时候才穿葛衣。可现实的情况是，韩非子所处的时代，只有贵族才有换季和保暖的衣服，平头百姓不要说裘皮，就连毛褐都没有。绝大多数普通人能想到的御寒方法，就是往单衣里塞各种填充物。这种填充物就是时下人们能理解的絮。所谓的絮，也不是贵族所用的高档货，都是各种布料和材料所剩下的东西，全部混杂在一起，而后再填充到单衣里面，这样过冬的衣服就称之为熨。熨这种勉强的保暖衣物，从春秋一直流行到宋明时期。战国时候，曾子作为一代大家，冬天御寒的衣服也就是一件熨袍。哪怕是到了明代，已经有棉花御寒了。宋濂在回忆起年轻求学的场景时，还曾提到自己在寒冬腊月里只能以熨袍御寒。可见往单衣里塞填充物的这种方法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保暖措施，效果不好，但也算聊胜于无。需要说明的是，古时虽然人们早已学会了养蚕织丝，但是丝棉所做的衣物十分昂贵，普通百姓同样用不到，所以各种填充物制成的熨就是御寒效果更差的乱麻。而在有些地方，甚至连这种填充物的过冬衣物都没有。齐民要术中就曾提及，
有些百姓冬天的时候没有衣服穿，所以在其他时节就收集细草，睡觉的时候用草当被子，冬天的时候用草当衣服。当然，齐民要术成书时代是在北魏，正处于历史上的分裂和动乱时期。混乱时期，人们连命都保不住，御寒衣物自然就无从谈起了。一直到棉花出现并逐步普及后，中国人的御寒方法才真正得以改观。在唐代，棉花极其稀有，细软青丝缕，光明白渠经，这是唐代杜甫见到棉花制成的布料后所发出的感叹。源自非洲的棉花虽然最早在汉代就出现在文献资料中，但是当时的中国还没有种植，只是远方他国进贡的产物。从非洲到亚洲的传播经历了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。大约在公元3世纪前后，来自非洲的棉花第一次到达新疆，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，棉花首先在新疆各地散播开来。从汉到唐，非洲棉顺着河西走廊逐步进入了黄河流域乃至中原腹地。更为关键的是，当时的人们还没有掌握熟练的织布技术，所以还谈不上用棉花来御寒。而起到真正作用的是黄道婆将棉纺技术带到了内地。黄道婆是宋末元初时人，他出生在松江府，也就是现在的上海。很小时候他就被宋人做童养媳，后来他逃离家庭，辗转流落到了海南岛。在海南生活期间，他终于得见本地黎族的棉纺技术，黄道婆本人也学会了这一技术。大约在1296年前后，黄道婆从海南岛返回了故乡松江府，他带来了棉布，更重要的是带来了优良的棉纺织技术。于是以他的家乡为半径，棉纺技术逐步扩散到了整个松江府，进而又从长江三角洲扩散到了江南。元、明代，棉花的种植都被朝廷大力推广，再结合棉纺织技术，棉花和棉布逐渐在大江南北扩散开来。有了棉花，也有了棉纺技术，无论是达官贵人还是平头百姓，从此再不用为冬天如何御寒而发愁。有了稳定的御寒材料的同时，随着明清时期棉纺技术的不断发展，以东南地区为基地的松江棉织品还畅销全国。从18世纪后半叶开始，这一地区还出现了南京布。所谓南京布是一种泛指，是以南京为中心而出产的棉布。这种棉布甚至还通过当时唯一的通商口岸广州远销欧洲，直到后来英国开启工业革命，机器逐步代替手工，我们的南京布才被赶超。先是穿动物皮毛，而后慢慢用各种丝麻当填充物，再后来有了棉花和棉布。古人千年的御寒历程，也是我国纺织技术的发展过程。知识 TNT， 专注你不知道的食物科普，我们下期再见。